梅子酒经过1个多月的浸泡，现在这个颜色呀，金黄金黄的，特别漂亮。打开的一瞬间，哇，果香味扑鼻，特别的浓郁。在倒酒的一瞬间，酒香四射扑鼻而来，这个味道真的是抵抗不了。喝一口，入口甘甜，真的很好喝。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前几天做的青梅酒，还没过几天，我已经给它喝得光光的了，瓶子已经腾出来了。今天又在网上买了5斤的黄梅，听说黄梅料酒啊，果香味更加浓郁。今天就用这个黄梅多酿一点点的果酒，留着明年再喝。接下来把梅子直接给它倒入清水中，然后再加上一把食盐。食盐可以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，还可以去掉农药残渣。然后再加上一把面粉，面粉有一个吸附的能力，可以有效的清除梅子毛分中的杂质。然后浸泡20分钟。梅子经过20分钟浸泡，我们现在来给它清洗清洗，像这样轻轻一洗，清洗的是非常的干净。清洗以后，我们把水给它换掉，再次用清水给它清洗一遍。像这样洗的是特别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，给它放入漏篮中。洗干净之后，给它放在通风阴凉的地方，晾干表面的水分，可不是晒干表面的水分哦。假如暴晒的话，做出来酒是酸的，一点都不好喝。我们最好给它放在空调间里面晾干。趁着晾李子的时间，我们用洗洁精把玻璃容器上下左右、里面外面，我们全部都要给它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我们再烧上一壶的开水，首先少加一点点的开水，然后先给它预一下热。记着一定要先预热哟，不然的话瓶子预热以后它会爆炸的。然后再把大量的开水给它倒进去，起到一个消毒杀菌的作用，最好给它焖5分钟。5分钟后已经起到消毒杀菌的作用了，把开水给它倒出，然后给它放在大太阳下面暴晒一下，这样呢很快就会晾干水分。梅子经过1个多小时的晾晒，表面的水分呢已经晾干了，看着黄黄的梅子，闻起来香喷喷的，看着好像好熟一样。其实啊，这果身呢很硬实，因为是自然熟的原因，这个果蒂啊基本上都没有了。像这样的软的、烂的，还有虫啃噬过的，我们都给它挑出不要。有的人会说了，你刚刚做了青梅酒，你又做黄梅酒，黄梅酒和青梅酒做法不一样吗？其实我跟大家说哈，加酒的比例、加糖的比例都不一样。等一下我会详细的给大家一步一步的分享哈。果蒂全部挑完以后，我们用手轻轻的给它放入我们提前消好毒的玻璃容器里。下面我们开始来加冰糖，总共呢是5斤的黄梅，加了2斤的冰糖，1斤呢大约就是4两左右哈。喜欢吃甜的也可以多加一点点的冰糖。黄梅加冰糖和青梅加冰糖的比例可不一样哈，因为青梅比较苦涩，所以呢要多加一点点糖。但是这个黄梅呢，本身果味比较香，果肉呢含糖分也比较高，所以呢我们加糖的比例也不一样。建议大家用白冰糖哈，因为黄冰糖里面含了有麦芽糖。加白酒的比例也不一样，因为这个果味比较香。1斤的黄梅，我们加3斤的酒。加酒呢，建议大家用40至45度的低度米酒来泡，泡出来的梅子酒啊是特别的好喝。泡的时候建议不要倒得太满，留一点点的空隙，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啊，它有一点轻微的发酵，酒啊会有点往上溢的，就随便给它扣一下，像这样就可以哈。等它个2、3天以后，我们再给它拧紧。黄梅酒今天呢已经泡制5天了，有一点轻微的发酵。发酵期间呢，它往上糊，这是正常的哈。冰糖呢也已经快化完了。
等再过一段时间，这所有的黄梅都会沉下去，时间泡得越长越好喝。过一段时间，我们再来看一下。梅子酒经过1个多月的浸泡，现在这个颜色呀，金黄金黄的，特别漂亮。打开的一瞬间，哇，果香味扑鼻，特别的浓郁。接下来用这个量杯，还有这个硅胶软管，给它抽出来一杯，倒一下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在倒酒的一瞬间，酒香四射，扑鼻而来，这个味道真的是抵抗不了。我想一下，这个真的是女人心目中的理想的果酒吧。喝一口，入口甘甜，真的很好喝，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